我的特斯拉出事故了，我觉得是一点点小事啊，居然要维修1个多月，而且定损的话有好几万，还没有完全定损完。完全定损完的话，有可能维修费会高达大几万，8、9万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是比较小的一个事故，就是被路上一个石头崩到底盘盖，那个防冻液刚刚崩到那个防冻液管，防冻液就渗出来了。刚开始我觉得事情应该不大，我报了那个9518车险是吧？过来以后，他自己没过来，定损员自己没过来，他就叫附近修理厂人过来，然后过来说这个小问题1000来块钱就能修好，甚至叫我可以不用报保险。结果的话，开过去以后，修理工说这肯定修不了，因为要动那个电池底盖嘛，肯定修不了啊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你这个看厂员，我说你干嘛不过来？过来我一定要投诉你。为什么叫修理厂人来看？搞得我车我又得挪地方是吧？又送到上老钣金中心去，时间就给我耽误了，对吧？然后他也过来了，过来以后，然后叫拖车，后面因为是叫拖车嘛，屏幕都黑屏了，后来叫拖车给我拖到上老钣金中心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嘛，还是应该跟那个接车的地方沟通一下，先联系一下，能联系上先联系上，是吧？结果我送到上老钣金中心过去，钣金中心说你这个直接拉到南昌去吧，自己修不了。还有这个电池要弄下来，有可能会涉及到电池底盖，电池底盖可能要拆下来啊。这边上劳的钣门中心肯定修不了，我就很无语，我真的是很无语啊。然后那个定损员也知道这个事了，然后也知道这个费用不低，有可能会就是这个赔损会达到8、9万这个样子，对吧？他又不把我车直接拖南昌去，说要拖回来，要拖到事故现场，搞个这个事故现场，报交警，然后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，不然的话我就没法赔。我去，然后车拖回来了，结果根本就没办法下来，因为已经断电了，过热保护了，防冻液一渗的话就过热保护了嘛，没办法，交警报了，然后交警一看，是吧？辅警过来的，他一看的话，你这个现场都已经没了，那肯定不给开交通责任认定书了。然后说那必须到下个星期一的时候，在就是有监控或者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，到那边去找民警给我开一个。哎呀，那几天我说实话我睡都没睡好，因为这个事嘛。好在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，就是我拿到一些物业的当时的视频，就给我开了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，现在也在正常走维保的程序嘛。哎，但是这样崩一下要修这么多钱，对吧？我现在代步工具就是我之前的油车，这个小货车啊，油车的话开起来还是挺安全的。说实话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信念是有点崩塌，说实话有点信念崩塌，因为我原来觉得电车是肯定取代油车的，现在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肯定了。